唉，在古董店当学徒，还以为能够学到鉴宝，见识到大人物呢。结果呀，天天让我在这儿擦东西，那给的工钱还不如人工地给的高呢。唉，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赚到大钱啊？这龙雕的还挺精致的哈，只可惜这玉身被污渍所盖，质地都瞧不真切了。唉，可惜了。这玉衡里怎么有条龙在发光啊？难道刚才是我眼花了？本王被那层污垢封印在玉衡千年，今日终于觅得有缘人助我脱困。小丫头，既然你与本王结下善缘，本王便送你一场造化。此乃透视金筒，从此你将洞悉万物本质，好好利用这份力量吧。我竟然真的能透视了，还能看到古董的价值和真假。我竟然无意中救了一条神龙，神龙还给了我一双透视眼和鉴宝的能力。干什么呢？再偷懒，小心我扣你工钱啊！老板在不在？我要卖东西。哦，你好，我就是这古圣斋的老板徐生礼。徐老板，这是我太爷爷传下来的宝贝，您给长长眼，看能卖多少钱？哎，就这东西啊，色彩层次分明，火力太重，一看呀就是假货。这一个给我50块钱，我放店里都嫌碍事。不可能，我太爷爷总不会拿个假货当传家宝吧？原来这瓶中暗藏玄机，宝昌扩元大洋，价值50万。老天爷，若是我没有得到透视能力，这古董我不就错过了吗？说了没时间跟你耗，怎么这么烦？老板，我觉得这瓶子有点意思，要不我们低价把它收下来？哎呀，收！苏有安，你才在我古圣斋当了2天学徒，真以为自己懂鉴宝啊？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收了之后砸我古圣斋的招牌吗？好一个古圣斋，你看不上我还不卖呢。李大叔，您别着急啊，这样看着瓶子我还挺喜欢的，您开个价，我自己掏钱把它买下来，如何？至少3000，成交，到账3000元，给你。不是苏有安，你真花3000块钱买了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啊？就是啊，这瓶子做旧明显，底足宽厚，明显是一件仿品。小姑娘，你还是太年轻了呀。王会长，您怎么来了？您不是说今天下午来吗？怎么，我王来福还来不得你古圣斋了？哎呦，不敢，您请。这釉里红禅枝牡丹纹玉壶春瓶是民国的呀，用来把玩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价格，姑娘给高了。王会长，您说的对，单看这瓶身的仿古工艺，确实不止这个价。但是妙就妙在这个宝贝的价值不在于瓶身，而在于这儿。民国时期仿的瓶子，底足宽厚，回音沉闷。莫非它是护宝瓶？对，真正的宝贝就在这厚重的底足里了。这样有点厉害。戳藏针，这确实是战乱时期高人想出的护宝法门。兄弟，这怎么说？我跟你们说呀，在战乱时期，为了保住我国古董不被掠夺，很多收藏家们会聘请能工巧匠，特制这种底足加厚、内部中空的仿品，将真正的宝物放于其中，用来混淆视听。没想到这小小的古圣斋，还有能看出此等手法之人。乾隆通宝，宝昌局扩元大洋，铜制金两，保存完好，堪称极品。没错，如今市面上这等品相的乾隆大洋可是稀罕物。姑娘，我愿花50万购买你手中的铜钱，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成交。成交。这怎么可能？50万，整整50万！没想到竟让这丫头片子在我眼皮底下捡了这么天大的漏，绝不能就这么算了。苏有安呐，这瓷瓶可是来我古圣斋卖的，你也是我古圣斋的学徒，那按我的规矩来，你这铜钱呢，应该算我古圣斋的，你不能私自交易啊。徐老板，这瓷瓶是你亲口说不要的，怎么现在看它值钱了，就想把原先的话吞下去了？那又如何？既然来了我古圣斋，就得按我古圣斋的规矩来。不过念在你是这铜钱的发现者，我可以给你5万块钱作为赔偿金。徐老板，你这话就不对了。这瓷瓶是你不要才让给苏小姐的，这铜钱也是苏小姐发现的，大伙儿可都看见了。就是都看见了。就是刚才还嫌弃那瓶子，现在这值钱了就来抢，吃相太难看了。徐经理，古玩行最讲究的就是银货两讫，永不后悔。倘若今天你坏了祖师爷立下的规矩，那今后谁还敢跟你徐生礼打交道？苏有安，你说呢？别忘了，你可还是我古圣斋的学徒。从现在开始，我不是了。徐生礼，我不干了。
好，好，好，苏有安，你给我等着。这是您的铜钱，刚刚谢谢您。啊，姑娘，我给你转钱。银行卡到账50万元。哦，对了，正式认识一下，我是古玩协会会长王来富，我也经营着一个古董店，名叫聚宝轩。今后姑娘若是寻得什么好物件，我们还得多多联系哈。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样一来，妈的手术费就算是有着落了。医生，我妈做完手术大概多久才能好？你母亲的手术拖得太久了，后续还需要漫长的恢复。你这手术费是凑齐了，但是后面大概500万的康复费用，难啊。医生，钱不是问题，给我妈用最好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就行了。放心，我会的。那我先去准备手术了。妈，爸走得早，是你含辛茹苦把我带大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治好你，带您过上好日子的。唉，妈的手术费总算是凑齐了，但后续还有500万的康复费，是时候用神龙给我的透视能力，在这古董街上好好赚钱了。好家伙，怪不得都说这地摊上的水深，那么多摊位，那么多古董，竟然没有一个是真的。200万，居然用200万来压摊位，真是暴殄天物啊！不过我要是直接问这个方丈，未免太明显了。老板，您这瓷瓶怎么卖啊？这东西明代的，一口价3500，300卖不卖？不成，你再加点。老板，就这一破瓶子也值不了那么多钱，500块，行的话我就买，不行的话我就走了。古董懂不懂？一口价800块钱，你要是不愿意啊，那你就还我。行，800就800，不过你得给我加点甜头。娘们就是默契，你想要啥？哎，我觉得你这个压摊石还挺不错的，我要这个。一块小破石头，行，送你了。美女，下次再来。合作愉快。这傻子，一个进价80的瓶子卖了800，真是人傻钱多啊！这摊主价值200万的方丈居然白送给我，果然是无知啊！你好，我找你们老板，有什么事和我说就行了，我们这里不讲究。我刚收了个宝贝，想让他长长眼，看看他收不收。几十块钱地摊上淘的吧？我们这不收。不是，是这方。你有完没完啊？先是拿一个破瓶子，又是拿一个破石头，你以为我们聚宝轩是收废品的吗？吵什么呢？睡个午觉都不让人鼾声。老板，这个顾客拿着几十块钱的地摊会来咱们店里闹事，你可要为我做主啊！苏小姐，你怎么来了？我刚刚还说准备去找你呢。我刚在这地摊上淘了一件宝贝，我想抓紧出手，就找到这个古董店了。没想到是王老板的店，咱们俩真是有缘。以貌取人，你给苏小姐道歉，让我马上收拾东西滚蛋。爷，你别开除我呀！我知道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想说第2遍，抓紧道歉，然后滚蛋。对不起啊，苏小姐。哼。苏小姐，新来的服务员不太懂事，你千万别见怪。你刚刚说有宝贝要买，没事的，王老板，您看看这个，这是清代条黄石素方章，先是护宝瓶，后是这条黄章。哟，你眼睛真是可以啊！这方章我出200万，你看如何？成交。银行卡到账200万元，王老板大气。瞧这质地温润细腻，是上好的条黄石无疑。更难得的是，这苏工不着一刀，尽得风流，返璞归真呢。想不到苏小姐不光鉴宝目光独到，对石头也是颇有研究。正好，我刚有一朋友从缅国进了一批原石，不知苏小姐可有兴趣？赌石好啊，投入低回报高，再加上我这透视能力，把我妈的手术费给赚回来，岂不是洒洒水的事情？王老板，带路吧。天哪，这市场上的人恐怕比原石都要多了吧？一刀穷一刀富，来的人都觉得自己能赚，最后大多是赔得倾家荡产。这里都是挑剩下的老料不好出力，这样我去找程老板，让他带我们去仓库，你先在这里随便看看。好。这是美女，你眼光不行啊！黄红色沙皮，表面粗糙难起的石头，出绿的几率几乎为0。把石头还给我。美女，我不是说了吗？这料子不行。这样，你陪我喝杯茶，聊聊天，把我哄开心了，我给你找一块比这好100倍1000倍的料子，如何？不如何？我觉得我选的这块石料还挺好的。给脸不要脸是吧？啊！住手！孟少，好大的火气呀！这位呢，是我今天带来的贵客苏有安苏小姐，不知孟少可否给王某一个面子？行，那就给王会长一个面子，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行了，苏小姐，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等会儿这石头切垮了，你这脸面和钱都得打水漂。王会长，这就是你朋友吧？哦对，程一山，程老板，曾经赌石界的神话，只不过嘛，现在不赌了，在这街边开了个小店。哎，王会长说笑了，随便玩玩罢了。苏小姐，刚才那位孟涛是闪耀珠宝行的少东家，在赌石上确实有一套，但他此人睚眦必报。你刚刚在这么多人面前下他的面子，以后可要小心了。闪耀珠宝行的少东家，那一定很有钱了，得想办法在这嚣张的人身上把我妈的康复费用捞回来。谢谢常老板提醒，我知道了。这块石头多少钱？嗨，既然是王会长的朋友，这石头你就拿着，切账切垮都图个乐。那怎么能行呢？朋友归朋友，钱还是要给的。有爱，既然程老板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就当是程老板给你的见面礼了。哦，对，见面礼。而且这料子都在这儿积压了好几年了，就是你不拿的话，我也会把它给处理掉。不值钱。那常老板，等会儿我切出来绿，你可不要反悔哦。放心吧，苏小姐。请。师傅，从这里切。好嘞，这种料子还想出绿，痴人说梦。是不是痴人说梦？孟少爷，待会儿就知道了。长了，居然是高冰种鸡油黄。佑安，运气不错呀，上来就来了一个开门红。你看，温润醇厚，虽然说嘛个头小了一点，但是拿去打2枚戒指或者1枚龙凤牌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样，我出60万。当然可以。到账60万元。那接下来的话，就去程老板的仓库里再选几块石头吧。苏小姐，你还要赌？当然，我今天运气好，一上来就得了60万，干嘛不赌啊？苏小姐，这赌石可不比鉴宝啊，这行家走眼也是常有的事儿。你今天已经得到了一个高冰种鸡油黄翡翠，你确定要继续吗？陈老板，苏小姐想赌，那就让她赌。开门做生意，哪有上门的买卖不做的道理？你说是不是？小妞，你不是运气很好吗？敢不敢与本少赌一场？如何？上钩了。行，你想怎么赌？简单，就从陈老板的仓库里一人选一块原石，当场解开，价高者赢。如果你输了，未来5年做我身边的私人秘书，随叫随到，听我差遣，如何？那若是我赢了呢？哼，你赢了，你若赢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纠缠你，以后离你远远的。孟少，这赌注我没兴趣，你的承诺对我来说一文不值。那你说，如果要是我赢了，你要支付我500万，当做我的精神损失费。另外，以后你见到我就得躬身行礼，恭恭敬敬喊我一声姑奶奶。你怎么，孟少爷，你是怕了吗？刚才不还信誓旦旦地说让我当你5年的私人秘书吗？好，苏佑安，一言为定。各位，这里有差不多几百块料子，都是从缅甸新进来的。接下来就是各凭本事的时候了。这原石的品相确实比外面好了很多。佑安，你有把握赢他吗？王会长，你就放心吧。喂，别说我没让你，你先来选吧。一个个的选，要看到什么时候了？一起选吧。哼，这是你说的。行。老王，那孟涛虽然脾性差了一些，但说到底还是这闪耀珠宝行的少东家，吃饭的本事还是有的。你找这小姑娘，你瞅这小姑娘就这么走着，连手都不上，到底行不行啊？老程，别看佑安年纪小，他眼力可是这个。既然他让我放心，那你就瞧好办。就他了，我选好了，说个价吧。孟少好眼光啊，这是墨湾机场口的料子，上面还有一条突出蟒带，这可是我们
现场所有料子当中的极品货呀！直接说价格吧。孟少大气，一口价30万。行。一团浓郁的绿色，包裹着一层浅绿色的荧光，这是什么？苏小姐，还没选好，要不要我送你一块啊？程老板，我要这块。苏小姐，这赌石可不是玩乐呀，这料子凹凸不平不说，上面还有这么明显的一个狗屎赖，这恐怕得垮呀。程老板，我有把握，就它了。既然苏小姐这么坚持，那我给你个成本价，1万。好。苏小姐，你是穷的连块像样的料子都买不起了吗？要不你求我，这种东西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孟少爷，话别说太满。刚刚的高冰种机油黄翡，你不是也看走眼了吗？伶牙俐齿。师傅，把它切掌了，我给你包1万块钱红包。孟少爷，以我多年的经验，你这块石头一定大涨。哼，这话我爱听，快切吧。苏小姐，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那就不劳烦孟少爷费心了。哼。怒冰种，孟少爷，涨了，大涨了！这绿这么辣，还这么大块，这下孟少爷可要赚翻了呀！尤安，这么大一块的糯冰种阳绿翡翠，价格可不菲啊。我看未必。什么意思？色是阳绿，种是糯冰没错，可惜啊，太浮了。你说这色扎的不深，取不了手镯。取几个满色挂件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样的话价格也不菲啊。唉，要是我说这绿是假的呢？你是说贴皮绿？苏小姐，这绿色明明白白就在这里，你居然说它是假的？好，我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师傅，从这儿再来一刀，给他们看。好。这还真是贴皮绿，尤安，你这眼力，绝了！这怎么可能？孟少爷，这料虽垮，但是个儿还是挺大，这少说也能取3、4颗戒指蛋面，大概有个3、5万。孟少爷，结果已经出来了，还有必要赌吗？赌？贴皮绿又如何？这料子起码也有3、5万了，赢你那1万块钱的破烂绰绰有余。那你可要瞧好了，师傅。从这条线切下去。放心好了，保准给你切的分毫不差。苏小姐，这料子垮了。苏小姐，你让我瞧的就是一块切垮的砖头料，你还是乖乖做我的私人秘书吧。老王，看来苏小姐这次确实是打眼了，这种表现也没有必要再切下去了。别急，再等等。师傅。接着从中间的那条线切下去。切血线？苏小姐，你这……苏有安，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觉得有机会能赢我吗？孟少，还没完呢。师傅，开始吧。苏小姐，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是苏小姐，我丑话先说在前，这块石头绝对不可能出绿了。这涨了！真涨了，大涨了！这不用打灯就能看见翡翠里面的情况，这是典型的玻璃种啊，纯净无比，完美无瑕，好一个高阳绿的玻璃种。尤安，你这块料子价值1000万都不止。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住手！孟少爷，输不起就开始动手抢了吗？你这原石根本就不可能出绿，肯定有问题。孟少爷。这原石从取出到解石，可都是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你什么意思？是在质疑我程某人吗？孟少爷，输了钱是小事，但是如果你耍无赖，输了你们闪耀珠宝行的面子，这可不是一点小钱就能解决的。算你们狠！我记住你们了。孟少爷，我们这赌约还没履行完吧？苏有安。500万已经给你了，你别得寸进尺。你说
闪耀珠宝行的少东家豪掷千金购得贴皮率，输给无名小辈后反赖账威胁。常老板，这个消息够不够行里的朋友们笑话一整年呢？程一山，这件事要敢说出去，我保证你这个赌石店在这个市场里开不下去。我程一山在这一行站住脚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玩泥巴的。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让我的店开不下去。哼，苏小姐，我想我的那些朋友肯定很想知道你这个消息。姑奶奶，滚吧！没想到苏小姐年纪轻轻就有这等好的眼力，程某佩服。刚刚那块高阳绿玻璃种石料我都打了眼，您是怎么看出来的？7分运气，3分赌。我相信我的运气，自然我就赌对了。哦，程老板，您是行内的前辈，不知我这料子能否入您法眼？哎呀，不瞒您说，这料子露面那一刻我就相中了，只是最近花销太大，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吃不下这好东西。那是真可惜了。哎，佑安呐，程老板这边有困难，但是如果你真想出手，我知道这个绝佳的机会。王会长，请讲。3日后，沈城将举办珍宝拍卖会，行里有头有脸的都会过去。以你这块料子的品相，完全有资格作为重点拍品。若是遇到合适的人，你这价格还能在晚上翻一翻。哦，对，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没想起来这事儿。我认识这个拍卖会的主办方，到时候你要是想去，我给你争取一个压轴的席位。那就多谢程老板、王会长了。苏女士，您母亲的恢复情况比预期的还要好，正好您今天交了后续的康复费用，如果没有意外，不出3个月，您母亲的身体就能恢复到出院的程度。感谢医生，以后我妈就全交给您了。职责所在，这一段时间您只需要让您母亲尽量别动气，注意饮食清淡，多多配合我们的治疗就行。一定。是32床韩熙云的家属吗？你已经拖欠医院费用很久了，我是医院孙主任，按规定今天就只能清床了。孙主任，您是不是误会了？我刚交了我妈的后续费用，这是缴费单。前一段时间还交不上钱，现在突然就缴齐了，这个情况目前我们院方这边需要核实清楚，再进行后续治疗。孙主任，病人正处于关键的恢复期，若是贸然出院，恐怕会有风险呀。陈医生，院方流程上的事我自有安排，你们是配合办理手续，还是需要工作人员协助处理？孙主任，我看你今天不像来处理费用，倒像是来为难人的。我手续合规，是对医院所有人负责。你家长时间拖欠费用，现在突然缴清，院方谨慎核对也是正常流程。说吧，让你来的人给了你多少钱？还是说什么稀奇的珍宝？我刚从赌石店回来，孟涛还没有时间这么快就精准找到医院，还买通一个主任。看来又是这个徐生理威胁医生来为难我。好，苏有安，你给我等着！徐生理，是徐生理让你来的吧？你是怎么知道的？孙主任，刚才你说的话我可全部都录下来了。你受坏人逼迫，我不记恨你。不过如果这份录音传出去的话，你的名声还能保得住吗？苏女士，这都是误会。带上你的人，滚！那徐生理不是你原来上班地方的老板吗？他为什么针对我们？妈，我早就不在古圣斋干了，具体的情况我以后再给你说。妈，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尤安，没事吧？没事儿，主任他们已经走了，我妈的身体状况也稳定了下来。放心吧，我已经打听清楚，孙主任确实受了威胁，不仅解决妥当了，
你妈接下来也会被安排进单人病房。接下来无论是设备还是用药，都是用最好的。今天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那就多谢王会长了。哎，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对了，徐生礼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这个家伙可是狡猾得很，你手里那录音，他若是咬死不认，恐怕这事儿也很难办呢。王会长，之前你给我说的那拍卖会，徐生礼去不去？去，这么高规格的拍卖会，古玩行有头有脸的几乎都会去。而且我听说这家伙筹备了很多钱，要对拍卖会上的一件元青花下手，并且扬言要拿去当镇店之宝。我记得徐生礼在赌石上也是热心的很，不知道他眼力如何？哎，别提了，十赌九输，圈子里都知道他手抽得很。哎，佑安，你不会是想在赌石上给他下套吧？我记得上次孟涛选的那贴皮率，连程老板都打了眼，可见做工是非常的精致啊！我相信那料子程老板仓库里面不止一件。既然徐生礼喜欢玩，那就劳烦王会长回去给程老板带个话吧，让他准备一个一模一样的料子放在元青花之前。既然徐生礼喜欢玩，那就让他好好玩玩。哟，现在这珍宝拍卖会，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了吗？我说哪来的狗叫呢？原来是徐老板。徐生礼，咱们俩的事儿还没完呢。苏佑安，上次你偷了我古圣斋的铜钱，让我成了古玩行的笑柄，这事儿还没完呢。这拍卖会还没开始呢，什么事儿？这么大火气？祥老，你怎么来了？我听说这拍卖会今年压轴的是一样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特意来开开眼。小王，这位姑娘是？哦，这位是苏佑安苏小姐。这姑娘的眼力也不是一般的好，可谓是青出于蓝。杨老，这位就是我与你提起的杨成竹杨老先生。此人可是古玩行泰斗，他看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错。没有，都是岛上的朋友瞎说。杨老请。请。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第5届珍宝拍卖会，请诸位安静。按照惯例，我们将为大家奉上一道开胃小菜，给大家热热场子。诸位上眼，这是一组民国时期文房起居杂物，源于已故华侨陈文龙先生故居。整体拍卖1000元。这珍宝拍卖会真是越来越活回去了，现在连这民国的东西都能上台了。这几样东西卖1000，拍卖会这是想钱想疯了吗？起拍价1000元，有哪位朋友愿意出价吗？罗汉渡水图价值800万元。罗汉渡水图，好东西啊！看来又要便宜我了。1000元。佑安，这民国时期的物件，你若是喜欢，等拍卖会结束，我差人给你送去。这东西不值钱的。王会长，我有成算。但是我觉得，小王啊，见物易，见人难，年轻人的路还是要他自己走吧。这位女士出价1000元，还有其他人参与竞拍吗？1000元1次，1000元2次，1000元3次。恭喜这位女士。苏小姐真是好眼光，一上来就用1000元买一个破盒子，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呀。这盒子本就不值钱，但这里面的东西恐怕你把整个古圣斋都卖了，也未必能买得起吧。这难道是失传已久的罗汉渡水图？正是。哦，线条圆润流畅，设色沉稳古雅，这确实是吴斌的罗汉渡水图。苏小姐，好眼光啊！此画保存完好，神韵天成，保守估计也要800万以上，
你这是捡了大漏了呀！什么？这泡沫盒里还有这等宝贝？早知道我刚刚就该跟一手。1000块钱捡漏800万，也算是见证历史了吧？杨老，我也只是运气好罢了。古玩这一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杨某今天确实看打眼了。该死的，他运气怎么这么好？上回是乾隆通宝，宝昌局扩元大洋，这一次又是罗汉渡水图，难不成他有透视不成？苏有安，不管是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好过。诸位，接下来是拍卖会委托前赌石大拿程义山程先生亲自遴选并开窗的一块翡翠原石。诸位上眼，这紫色浓郁似霞，绿色鲜活如春，这细腻的冰种质地更是让双色的交融浑然天成，才形成了今天这罕见的春带彩冰种翡翠。我的天，这窗口，这颜色，这水头，程义山不愧是程义山，这简直是送钱啊！50万起拍，光这窗口就能取2个满色界面了。这里面要是能吃满颜色，不敢想啊！就是他了，程义山看中的料子，又是这等极品表现。只要拿下他，不仅能大赚一笔，还能挽回我刚才丢尽的脸面。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拿下他。起拍价50万元，现在开始。55万，60万，65万。杨老，您为何摇头？赌石我不懂，但我知道这块料子肯定有问题。杨老，在场的各位都说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杨老，您何出此言？程义山在赌石界多少年了，根本就不差钱。像这种开了窗的料子，稳赚不赔的买卖，他为何不自己去解释？何必拿到拍卖会来拍卖呢？杨老，晚辈受教了。赌石、古玩都一样，最忌讳的就是被表象迷惑，妄下结论。可惜这些人都被贪欲蒙蔽了双眼，今天有人要倒霉喽。80万元一次，还有人跟价吗？我出120万。150万。小姑娘，你这是……杨老，我看着这料子不错，也想竞拍下来看看。就算打眼了，不还有我那800万的罗汉渡水图打底吗？但是这已经超过了这块料子的最高价值了。我出180万。200万。哼，250万。250万，徐老板真是疯了吗？先不说这还是块还没解开的料子，光这个价开出高翠也赚不了几个钱了。苏小姐，怎么不继续跟了呀？徐老板，你赢了。看到了吗，苏有安？古玩拼的不仅是眼力，还有财力和底蕴。你一个靠捡漏来的暴发户，拿什么和我比呀？徐老板，你财大气粗，我自愧不如。不过您花250万买下一块石头，难道就不怕里面是空的吗？不如现场切开，让大家一起开开眼呢。你这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好啊，我就现场给你切开，让你看看什么叫高货，让你呀输得心服口服。麻烦现场解释。先生，请稍等。师傅，从这里切下去。好。这是你们给徐生礼做的局。杨老慧眼，又按这招请君助攻用得如何？这丫头眼光毒辣，心思沉稳，就是做事狠辣了些。哎，杨老，你不知道之前徐生礼给佑安做了一个局，把佑安和他妈往死里逼，这才有了今天这一出。哦，那这倒是徐生礼咎由自取了。垮了，是贴皮率，这最多值3万块钱。贴皮率，这真翠严丝合缝嵌进去，难怪都打了眼。250万买了块贴着张皮的砖头料，徐老板这回真是赔到姥姥家了。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哦，我知道了，你早就知道对不对？所以你才故意激怒我，然后哄抬物价，这是你给我设的局，对不对？对，就是我，徐生礼。当初你派人把我那病重的妈赶出医院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今天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说什么。要不要我把录音拿出来，现在放给大家听听？徐老板、苏女士，今日大家齐聚拍卖行，都是为了珍宝而来的，打眼也是常有的事，不至于因着这事彼此伤了和气，不是？说得好，杨老请坐，坐吧。刚才的事情实属遗憾，实在没想到程一山老先生也有看打眼的时候。不过正好，接下来还有一块高阳绿玻璃种翡翠明料等着诸位。诸位上眼，经过刚刚的插曲，专家团队已经对这块料子反反复复进行了查验，保证这块料子绝无拼接填补的痕迹。您瞧这品相，纯净无瑕，阳正浓艳，无论是收藏保值还是送礼售卖，都是稳赚不赔的选择。起拍价800万，请各位放心出价。1000万，1500万，2000万。尤安，看来你这块高阳绿的玻璃种料子又能让你大赚一笔了。王会长真是过奖了，都是因为大家捧场。那也得是你料子好呀。乔建美，那边坐着的是闪耀珠宝行的东家孟德礼。那老狐狸一开始就盯着你这块料子，到现在他还稳坐钓鱼台，他一看就在那儿背一锤定音的大价呢。那我就借王会长吉言了。他俩又是他们两个，这块料子肯定又是苏有安那贱人布的局。苏有安，你就等着吧，我一定会揭穿你们俩的真面目。3200万，3200万一次，不愧是孟老板，一出手就展示了珠宝行大拿的实力和眼光。3200万2次，机会就在眼前。这块传世料子究竟是被孟老板收入囊中，还是另落他手？3200万3次，成。等等，这料子有问题啊！这料子有问题啊！徐老板，你这话什么意思？是说我孟某人眼力不行，还是觉得我们珠宝行不配买好东西？孟老板，您别误会啊，我绝不是质疑您的眼力，要怪就怪某些人太无耻，让我怀疑这块料子它也是贴皮绿，是苏有安联合拍卖行来坑诸位的。徐生礼，我看你是输疯了吧？你看什么都像是我做的局。徐先生，我们拍卖行开门做买卖，绝不偏私任何一方。但若您再诋毁我们拍卖行的声誉，那我们拍卖行也绝不欢迎您这种无理取闹的人。无理取闹？如果我没猜错，这料子的货主应该是苏有安那个贱人吧？是不是？敢不敢大声说出来啊？对，这块高阳绿玻璃种料子确实是我的，但是我可以向诸位保证，我的这块料子绝对不是贴皮绿。大家听到了吧？上一块他卖给我的玉石就是贴皮绿，现在这一块又是他的货，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啊？简单，既然徐老板一口咬定这块料子是假，切开验明正身就是了。好，苏有安，我看你这回怎么辩解。那孟老板的意思呢？我还以为两位在拍卖行上如此胡闹，是打定心思要将我们闪耀珠宝行和拍卖行的脸面踩在脚下了呢。孟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被疯狗咬伤，非要让我自证清白，我这才……行了，我可以同意当场鉴定，但我也有一个要求。孟老板，您说。你们的恩怨我不管，翡翠切开，倘若真有问题，我自然不会放过苏小姐和拍卖行。但如果翡翠没问题，徐生礼，你要为你今天的言行支付我这颗翡翠原石全部的拍卖价格，并且赔偿我们珠宝行和拍卖行5000万的赔偿金。你敢不敢应？应？怎么不敢应？等结果出来，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师傅，对半钱。好。苏有安，孟老板可不是好惹的，这次你就等着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吧。徐生礼，我劝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孟老板，诸位错了，我们都错了。这外面一层是膏药绿不假，但是它的核心可是整整一块龙石原种翡翠，保守估计6000万以上。天哪，龙石种！孟老板这一手真是点石成金，赚翻了。唉，可怜的徐生礼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一下他在古玩行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居然是龙石种，怪不得当时看见一团浓郁的绿色中包裹浅绿的荧光，原来是子母胎呀！这假的，都是假的！苏有安运气怎么可能这么好？徐生礼，还要感谢你送我这么好的料子。准备好你共计8200万的赔偿金了吗？孟老板，求您高抬贵手，您再宽限我1个月，不，半个月，我一定。10天多1分钟，我让你古圣斋从此消失。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320万1次，320万2次，320万3次，成交！恭喜苏女士拍到此件清乾隆御制永宣花狮白玉插屏。恭喜啊，有安！这白玉插屏玉质上乘，工艺精湛，市价虽只在200-300万之间，但是它好歹承载的是一个帝王的孝心。倘若有一天遇到了如此重情重义并且有孝心的知音，恐怕卖上个700-800万也不是问题。王会长，您说的是，千金难买心头好，这白玉插屏也算是便宜我了。开胃小菜到此为止。是时候让我们今天的压轴重磅重器登场，大家拭目以待。这真是元青花！看那牡丹花瓣绘制手法，还有这青花的运散程度，绝对是至正年的精品呐！别急，你忘了刚刚的贴皮率了。早都听说杨老就是为这元青花来的，先看杨老怎么说。原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纹饰分为5层，青花浓郁，布局工整，经碳14检测，确系元代至正年间烧制，起拍价2000万元。我去，佑安，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居然看到了元青花梅瓶，国宝级文物。在2005年，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观以2.3亿元成交，这件珍宝少则1000万，多则过亿呀！看来拍卖行真是下了血本呐。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真品与高仿拼接，价值5000元。这梅瓶器型经典，青花发色，亦是经典的苏青麻绿，而且还通过了碳14检测，有什么好犹豫的？可得了吧，你前几个不都看走眼了？就是，孟老板的钱你现在还没还吧？我出3000万。杨老，别拍，这元青花是赝品。杨老爷子还没说话，他就敢说这是赝品？我承认他赌石很厉害，但这鉴宝隔行如隔山，我看他就是在信口胡言，想露个脸吧。苏有安，又是你，是赝品，相信我。就凭你，就仗着自己几分简陋的能耐，真把自己当鉴宝大师了？真品赝品都不是一家说了算，更别说接连几次都看走眼的人。你的话能有多少的参考价值呢？你，杨老，您说呢？江山代有人才出，有时候也该听听年轻人的发言嘛。您管这种满嘴胡诌、哗众取宠之徒叫人才？苏有安，我在古玩界摸爬滚打几十年了，我的时间很宝贵，没时间听你这种满嘴胡言的人在这狂吠。既然徐老板这么有信心，那不如我们再打个赌吧。我们就以各自的前途为赌注，赢家得所有，输者从此就退出古玩界，以后不得再参加任何的鉴宝和赌石活动。你敢吗？苏有安，我承认你赌石确实厉害，但在古玩鉴宝方面，你之前不过是我古圣斋的一个小小学徒。苏有安，你别后悔。愿赌服输，徐老板，我是不可能后悔的。正相反，徐生礼，我要让你一辈子的后悔得罪我。年轻人不识天高地厚，徐老板虽然赌石手气臭，但鉴宝少说也有几10年了。
我看这小姑娘输定了。那可不一定。记得她刚开场捡到的罗汉渡水图了吗？听说之前还捡了过价值不菲的乾隆通宝呢。运气罢了，古玩不比赌石，拼的是经验和资历。杨老和机器检测的结果都没问题，我看他这运气也该完喽。本拍卖行历来秉持去伪存真、诚信为本的宗旨，真实声誉胜过一切。既然诸位对拍品有不同见解，那我们自然是尊重的，也欢迎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专业的探查与查验。苏小姐，请吧。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本就该构图严谨，层次分明。可是你难道没看出来，这眉瓶的纹样层级稍显凌乱，像是在刻意模仿？那又怎样？本来工匠的技艺都参差不齐，若是所有的眉瓶都结构严苛，那不就是赝品了？是，它可以归结于工匠的工艺，但是你可还记得元代烧瓷用的是什么土吗？自然是麻仓土。麻仓土的特点是白而不细，烧出来的瓷器自有鼓包现象。但你看，此瓶肩部光滑如镜，且毫无鼓包踪影，胎质更是细腻均匀，这分明就是现代高岭土才有的特征。仅此一点，便可断定这尊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绝非元代所出。那苏有安，这元青花底部细小的鼓包怎么解释？难不成也是所谓的高岭土？这就是我要解答的第二个问题了。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疑惑，既然你说这元青花是仿品，机器检测不出来吗？机器自然是有机器的弊端，元青花过于贵重，不可能将瓶子打碎整体检测。他们通常使用的办法就是从底足刮下去一些胎土来进行检测。那如果有人在真正的元青花底座上补上一个高仿品呢？所以我想，那所谓的层次凌乱现象，就是接底之后带来的后遗症。没想到这小姑娘赌石厉害，鉴宝也这么厉害，机器只能检测到年代，不能检测工艺。看这元青花确实有问题。可刚刚杨老不是也倾向于元青花是真品吗？杨老可是从来没在这古玩界打过眼呢。苏有安，简直一派胡言！刚刚要不是你杨老已经举牌了，你是在质疑杨老吗？古玩这一行业，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不会看打眼的。徐老板这话实在令人发笑，还是不说为好。黄口小儿，我确定这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是赝品。麻烦请将这元青花的上半部分送去检测，如有错漏，拍卖会一应损失都记录在我账上。既然杨老板发话了，那自然是要给您面子。丫头啊，这种隐蔽的阶底极为隐秘，没想到也逃不过你的眼，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杨老过奖了，我只不过就是站在前人的经验上多想了一步而已。达者为先，这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今天能遇见，实属缘分。你这个朋友我交了，以后你在古玩界遇到什么事儿，尽管说一声，我定当尽全力帮忙。杨老，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请坐。经技术手段检测，本次拍卖品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上半部分确属现代仿品。经拍卖会研究决定，此拍品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撤拍。仿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仿的？你们拍卖行是干什么吃的？真的假的都看不出来吗？到了现在才告诉我是假的。这位先生，没看出来这元青花是假的，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拍卖行已经承诺在座所有的人3年的 VIP 待遇，倒是您一而再再而三的扰乱拍卖秩序，您莫非以为我们拍卖行是吃素的不成？保安！徐老板，你别在这里耍横了，既然结果已经出来了，是你该履行赌约的时候了。苏有安，我们俩没完。好，我等着你。经此一事，徐生理应该彻底起不来了，是时候筹划我自己的古董店了。你这丫头呀，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吧，今儿来我这小店有何贵干的？王会长，承蒙您的照顾，我妈的身体啊大有好转，我那翡翠也卖出了3200万的高价。我思前想后，还是想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好啊，
我呢，其实早就看出你不是池中之物，以你的眼力和魄力，想自己开店那是迟早的事。不过嘛，尤安呢，这开古董店，它不像是摆地摊，光有钱和眼力还是远远不够。这一行呀，讲究的是家学传承，名正言顺。王会长，什么意思啊？其实官方那边的资格评定并不难，难的是协会这边，你至少需要3位内部核心成员联名担保，才能在这个圈子有立足之地，你的店才能在这个圈子里立住招牌，不然的话恐怕是寸步难行。那王会长的意思是？这一点嘛，我和程一山可以为你签字作保，但是我和他毕竟一个身为协会会长，一个呢已经退隐古玩界，所以啊，你还需要一个身份极其重要的人物帮助你，才可以镇住圈子里的闲言碎语。你是说杨成儒杨老先生？上次拍卖会结束后，杨老可是对你赞赏有加呀。谢谢王会长，我这就去找杨老先生。哎，急什么呀？毛毛躁躁，坐。还有一个好消息没跟你说。什么好消息啊？徐生礼他完了。什么意思啊？上回拍卖会他不光在赌石上惨败，还在元青花上与你打赌，现在啊可以说是名声彻底臭了。现在他还不上孟老板的钱，资金链断裂，再加上拍卖行的打压，迫不得已狗急跳墙，只能将他的古圣斋连同里面的存货全部打包，挂在行业内部论坛上进行出售。看来这回他是彻底退出古玩界了。古圣斋？对，那古圣斋你也知道，是传下来的老建筑，而且呢，它的地段是咱古玩街的黄金位置，里面装修货架都是现成的。更何况我跟你说，里面库存的古董还有200多件，这怎么算算都比你从头开始更划算的多呀。王会长，感谢你的指点，我这就去找杨老先生，争取他的支持。开店呢，年轻人有冲劲儿是件好事儿。是的，晚辈深知自己资历尚浅，但是我真心的想在这一行干下去，还希望杨老能够给晚辈一个机会。给你担保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先不着急。比起这个，我儿子前几天送我了一幅画，你给长长眼。清朝王徽秋山访友图，真品，纸本设色，估价20万元。明朝的象园变剑藏印，真品。这画还有东西，明朝唐寅松溪关铺图，真品，绢本设色，估价值2000万元。好一个画中画！杨老，你怎么看？我觉得这幅画是真的，也是假的。看来我们所见略同。什么真的假的？说什么呢？王会长，您看这画作上有没有什么不和谐之处？这张是明朝的，是香园匾的墨林密玩印，印色篆法都没问题，是个上等的老东西。只是这画轴和画风明显是清朝的呀。一个明朝的收藏家怎么可能会收藏清朝的画作呢？那只有一种解释，这个章是现代人后盖上去的。作伪的人是想用香园匾的名头去给这幅王徽的画抬轿子。正是如此，因为这个，所以这印章在这画上的位置会如此突兀。象园卞作为嘉靖年间的顶级收藏家，他是断然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的。苏小姐的眼光果然毒辣，看来我们这些老东西真的老了。按照市价，清朝王徽的早期画作顶天30万，我儿子花80万买下这画，按苏小姐的观点，我儿子打眼了。不，恰恰相反，您儿子捡着大漏了。展开说说。杨老，可否借您案上的清水与细棉纱一用？这画和护宝瓶一样，战乱年间，收藏家为保全珍品，通常将真迹夹藏在普通古画之中，行里人称为套画或画中画。您看，匠人会寻一幅同尺寸的普通古画，以绝技精心裱糊在真迹之上。可惜啊，后世的收藏家往往看不穿这层玄机，致使很多的古画从此没落，真是可悲可叹。说得好啊！好了，这幅唐寅的真迹松溪关铺图价值2000万，若是遇到真心喜欢的人，可谓是无价之宝。
哈哈哈哈！苏小姐的眼光果然毒辣。我本想着你只要能断带识人便是最好，没想到一眼看出了这画中画的真谛。此等眼力，亦绝非天赋二字可以形容，简直就是神乎其技呀！杨老，你谬赞了，我只是碰巧瞧见了您案头上的清水棉纱，否则我也看不透这画中的乾坤呢。实力就是实力，你这小丫头就是太谦虚了。你看这小王早就混成古玩协会会长了，这眼力也没半点长进。杨老，原来你早就知道这是画中画，你还故意拿出来诓我，你这不故意让我在这年轻人面前出洋相吗？诓你？我这是在鞭策你，让你知道人外有人，别整天顶着个会长的名头就固步自封。你看看人家佑安，年纪轻轻，这心性这眼力哪一样不比你强上100倍？仔细学着点儿。哎，是，杨老，今后我一定会多学多看。佑安，实不相瞒，这幅画我已经考过许多人，连一些老行尊都打了眼，今天只有你看出来了。但是还有一样你没看出来，那就是这画下还藏着一张担保书。以后你苏佑安，我杨成儒保了。哎，佑安，这担保人的事情算是办妥了，只需要等待鉴宝考核。鉴宝考核？对啊，也得让圈内的人看看你的真本事，不是吗？这样啊。你也不必担心，这很简单，只需要从几件物品当中挑出来3样让你判断真伪即可。我相信以你的本事，还有我们3个人的担保，完全不是问题。王会长，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正儿八经的官窑瓷器，假一赔10。来，美女，新到的战国玉璧，上面还带着土芯呢，想要的话30块钱拿去。来，不用了，不好意思啊。还记得上次来这条街的时候，还是我当时在古圣斋当擦拭的小学徒呢。可不是嘛，我还记得，就是我从古圣斋收了你的乾隆大娘，结果没过几天呢，你又给我送来了田黄素方章。说到这田黄素方章嘛，我突然记起来，你就是在这条街上捡漏的吧？哎，你快帮我看看还有没有。赝品，全都是赝品，没真东西。唉，王会长，您说笑了，哪有天天捡漏的好事儿？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一样真东西。也是，这才正常。哎，说来也奇怪啊，我们这刚走到古玩街的中段，这条街的商铺还有摊位怎么断了呀？看来自从上次拍卖会之后，徐生里的生意好像清静了不少啊。这再怎么说嘛，也是以前的东家。既然到了，进去看看。我也正有此意。正好，我也该看看我未来的铺面。欢迎光临啊！几位是来看店铺的吗？我们的东西齐全，而且物件。苏有安，你还有脸来我古圣斋？我打算开家古玩店玩玩，顺便来看看我未来的铺面。你做梦！我这古圣斋就算送人，也不会卖给你。那还真是可惜了，徐生礼，被人追着要债的滋味不好受吧？那上面是什么？金丝楠木。金丝楠木9龙壁，竟然还是和房子一体的。徐生你这个蠢材，真是守着金山哭穷，刚缺个镇店之宝，老天爷居然就这么给我送过来了。徐老板，开个价吧。有俩臭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就算我古圣斋积灰烂透，也轮不到你一个撬走我生意的小丫头骗子接手。徐老板，除了我，没有人现在能拿得出来那么多现金来买你这个破店。
就算你不在意自己的名声和处境，那也得为你屁股后面的那5000万的债款考虑考虑吧。徐老板，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店让我经营，总比烂在你手里强，不是吗？就算你能买得起，又怎样？你能经营得了吗？苏有安，你连鉴宝的考核都没过，现在还在到处找担保人吧？你在古玩行业连门都没有摸到，还敢上门跟我谈生意？赶快滚出我的店铺！徐经理，你听好了，徐经理，3日之后呢，佑安就会参加鉴宝大会的考核，担保人就是我程一山以及杨成儒杨老先生。你呀，好好的把你这个破古城斋收拾一下，准备易主吧。杨老已经10多年没给人做过担保了，现在怎么会？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王会长，我们走吧。相信用不了多久，徐老板就会亲自上门来求着我，买下他这个古圣斋的。杨老，这怎么可能？孟少哟，徐老板，你这是在店里找钱呢？孟少，这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我欠你爹孟德礼的钱。行了，钱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刚刚看见苏佑安那个人从你店里走出来了，怎么回事？孟少，您可得给我做主啊！苏佑安那个贱人，他把我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还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杨长儒给他做担保了。他马上就要参加鉴宝考核了，这真要让他通过了，这古玩行业哪儿还有您的容身之处嘛？苏佑安，又是你！徐生礼，你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应该认识不少相熟的朋友吧？我自幼便在古圣斋跟着我师傅，在这古玩界也算有几分薄面。那就好办。这里是200万，你拿着，去给苏佑安考核的评委，剩下的钱就当你的跑腿费。好，这件事办好了，少不了你的好处。就算是让我爹把你的账给平了，也不是不行。孟少，你显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我愿为您织草衔环。但若是这件事搞砸了，我保证，让你在这个行业里，还有各行各业都活不下去。您放心。苏佑安得罪了闪耀珠宝行的邵东家，我看你这回还怎么嚣张？小陆，苏小姐，王会长，久等了。经过组委会讨论决定，将本次的考核内容进行调整。调整？之前不都是观摩3件器物辨别真伪即可吗？3位评委各提供1件器物，需要苏小姐蒙眼进入考核室，仅凭触觉、嗅觉、掂重等方式来判断其名称、年代、真伪。蒙眼鉴宝，封掉视觉，只凭触感、嗅觉、掂重等方式进行鉴宝，这通常是老行家关乎前程的生死战上才会用到的手段。没想到现在却给我一个小角色用上了，看来这古玩协会里面有人铁了心不想让我过关啊！胡闹！让一个刚入行的新人进行蒙眼鉴宝，这归谁定的？王会长，行里人都知道苏小姐眼力绝佳，不用上手就能判断其真伪。组委会也是本着全面考察、精益求精的宗旨，觉得传统的鉴宝方式不能够体现苏小姐的水平，这才……王会长，您理解一下，这特殊情况还需要特殊对待啊！呸！简直是无稽之谈。知不知道银可是咱们古玩行业的最重要的东西？你们现在，佑安，
王会长，既然评委们都说了，那我接着辨识。有安，你没看出来吗？他们分明就是在故意刁难我们。这蒙眼剑宝极其凶险，那些老人都不敢轻易尝试，更何况之前也没有听说过这蒙眼剑宝的考核。这今天突然改动，不知道有什么说法，智者有蹊跷。那我这算不算是创造奇迹了？你这丫头说什么说的还嬉皮笑脸的。这国安行业不比其他的，今天这担保人还有我，就是给你排名字排座次。要是在这上面栽了，今后谁还愿意把宝贝交给你去长眼呢？我明白了，王会长，谢谢。王会长，我定不会看走眼的。尤安，我看这主考官怎么是这个见钱眼开的孙子？徐生宇真是贼心不死呀！这蒙眼剑宝，八成也是他弄出来的玩意儿吧？晚辈苏佑安见过各位评审老师。既然来了，规矩都清楚吧？晚辈自然是知道的，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徐生礼在上次的拍卖会上说过了，已经退出了古玩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次考核当中呢？主考官，我想知道他是以什么身份列席在位？苏小姐见外了。我虽已退出了古玩行业，但好歹也是你的老东家，对你的本事呀，也是有些了解的。而且，这蒙眼剑宝可是协会考验新人的头一遭，自然怕是有人以权谋私，所以破例邀请我来作为特约监督员。怎么，苏小姐是觉得我徐某人不配监督你这个新人吗？怎么，苏小姐是觉得我徐某人不配监督你这个新人吗？好一个以权谋私啊！赵成河，你什么意思？我是为担保人，按规矩已经退礼让贤，他徐生礼算个什么东西？一个臭名昭著、被行业开除的败类，有什么资格去当这个评审员？王会长稍安勿躁，您想，正因为徐老板已经退出了古玩行业，没了利益牵扯，才是目前监督员的最佳人选，不是？既然是协会规定，那晚辈自然是不敢违逆的。徐老板，既然有这位老熟人在场，那这次的考核一定是非常的公平。一个见钱眼开的主考，一个血海深仇的监督，好，很好，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场双簧能唱到几时。既然都没问题，那就开始吧。小陆，给苏小姐上蒙眼部。苏小姐得罪了。苏小姐，请吧。为了把我踩下去，居然不惜毁掉一个价值300万的商代重器，好大的手笔！苏小姐，这蒙眼剑宝拼的是真本事，你这光坐着发呆可不行啊！赵主考，您得理解呀，有些人他就是平时看得多，但真上手摸呀，那就可不行了。嘿嘿嘿嘿嘿嘿。入手温润，应是青玉，形制为带板。
上面镂雕云龙纹，龙首轩昂，应是明代官制。此为明代青玉镂雕云龙纹带版，真品，对否？完全正确，苏小姐，恭喜您。此碗釉质肥厚莹润，触手并无彩绘痕迹，釉下气泡密集，大小错落，此为仿宋代官窑之特征。器身饰有弦纹，简洁雅致，但底足强窄而深，打磨极其圆润，呈典型的泥鳅背状，清雍正民窑坊官制弦纹碗，此为真品无疑，对否？分毫不差，尤其是这泥鳅背的判断，蒙眼之下能有如此触感，堪称一绝。苏小姐，之前杨老还说你是天生吃这样饭的，我还不信。现在看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苏小姐，这最后一件若是答对，以后您就是古玩协会里正式认可的行家了。请。一上来就将假绣送到我掌心，想用这粗劣的触感干扰我第一判断，好算计。苏小姐，这青铜重器可不是一般物件，你若感觉难以判断，不丢人。毕竟即使杨老在古玩上毫无遗漏，但这人也难免有看打眼的时候嘛。赵主考，您得理解呀，这苏小姐在我古圣斋的时候接触的都是些废旧玉器，现在这贵重的青铜器和之前那些物件一比，这一时怯了场也不一定啊！主考官徐胜礼，苏小姐正在凝神感知，你二人一唱一和，干扰考生判断是什么道理？如此聒噪，叫他如何解析？没错，蒙眼鉴宝考的是心静手稳，你们这般干扰，难道是真的怕他摸出点什么东西？王评委、李评委，今日我既然为考核主官，督促进度，何错之有？你们这样为他发言，莫非私底下和他有什么牵扯不成？周成河，你不要在这儿得了点权力，就在这里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好啊，我算是看出来了。王评委、李评委，还有王会长，你们如此步调一致，维护一个刚入行的新人，恐怕私底下你们早就串通好了吧？诸位，不必再争了。此青铜器的奥秘，我知道了。此绝器形古拙，三足稳健，判手下的铸痕也符合商周泛玉之韵的特征，确是商代九礼之器。下面，但是我手里这尊青铜爵较同等器型商爵微沉一线，更为关键的是爵腹这几处锈体触之浮滑松散，颗粒粗劣，与器身古朴结实的包浆底锈格格不入。所以这个东西啊，它是假的，绝非千年自古生成的气息，而是后世高手仿战国水锈之法，强行赋予商器之上，欲乱其时代。此物是一件伤身战绣的嫁接之物。主考官，不知晚辈的判断对与不对？好啊，赵长河，你好大的胆子啊！竟敢拿考核当儿戏！
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害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胡闹！你胡说八道！蒙着眼呢，怎么可能连绣的层次都分辨出来？啊！要我说，分明是有人帮你作弊，或者你这蒙眼部有问题，你根本就能看得见。对，徐监督员说的对，苏有安，你的表现太过匪夷所思，我有理由怀疑你作弊。徐生礼，赵考官，这布是你们给我准备的，现在怎么又出问题了呢？我说有问题，就有问题。我要求你必须立刻更换新的蒙眼布，重测，并且你由我亲自检查后给你佩戴。姓赵的，你要知着强词夺理啊！拿着考当儿戏呢，是不是？还得说换就换。赵主考，苏小姐已经向大家证明了自己，你还几次三番刁难，又是何居心？诸位，不如听我一言。多谢二位评审和王会长的仗义直言，幽安铭记在心。不过，赵主考和徐生礼，你们要执意在验。正好，我也想看看赵主考你准备的新的蒙眼布到底有何不同。徐生礼，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这出戏怎么演完。幸好，我早就觉得有人会公然作弊，所以啊，我特意准备好这块蒙眼布。大家且看，这块蒙眼布柔度适中，非常舒适，而且它绝对不会透光。哎，王会长，请您给他戴上。王会长，这是何意呀？哎呀，我这不是怕你说我滥用职权吗？只要你敢保证你手中的这条布啊，不像现在这条布一样有问题，那便可以。这次绝对没问题。既然大家都觉得没问题，那我就把这条布交给赵主考。他们这是又在干什么呀？假借系蒙眼布之机，将这耳机藏在我身上，事后便可污蔑我作弊、人赃并获。徐生礼，你也就只剩这点见不得光的手段了。不过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徐生礼那边应该还有一个耳机，是要放在王会长或者是其他评审身上的，到底在哪呢？耳机还有支票，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请赵主考啊，务必要亲自仔细的交给苏小姐，保证咱们考试的公平公正。苏小姐得罪了。苏有安，你在干什么？赵主考，你手里的这个小东西，也是考核道具中的一环吗？哦，赵昌河，你将这耳机放在了幽安的身上，破坏考核资格，现在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王会长，你什么你啊？你身为协会的考核评委，竟然在考核中使用这么肮脏的手段，
我告诉你，你这是对古玩行业、对祖师爷最大的亵渎。行了，我现在呢，以古玩协会会长的身份，宣布你被除名了，并且永久除名。同时，我会向行内所有的人士发布封杀令，任何店铺古玩行业不得再跟你有任何来往。我要让你在古玩行业再无立足之地。就该这么办。今日若轻饶了他，明日我古玩行的信誉何在？我也同意王会长的决定。王会长，不是我，不要封杀我，我也是被逼的。是他，都是徐生礼指使我的。不调和耳机，也是他准备的。他说，只要我不让苏有安通过考核，他就给我100万。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赵昌河，你血口喷人呐！分明是他想以权谋私，这和我没关系啊！徐老板，你们想用一个耳机来污蔑我作弊，那得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啊！我看赵主考手里的这个耳机，应该是个接收端，那发送端，想必应该在某个人身上吧？佑安说的对，只要找到那枚耳机，一切都将真相大白。我提议，今天在场的所有人进行搜身。不许来！你要干嘛？我要告你侵犯个人隐私啊！徐老板这么大反应，莫非是心中有鬼？王来福，给我站那儿！你要是敢搜我，我就向行业举报你，告你滥用职权，侵犯个人隐私。王会长，不用跟他废话了，另一个耳机就在徐生礼的口袋里。佑安，耳机找到了，跟赵昌河陷害你的那枚一模一样。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沈耀珠宝行开具的200万支票。苏佑安，王来富，行啊，你们敢得罪孟家，孟家少爷是不会放过你们的。等着，等着。佑安，这支支票怎么办？王会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按规矩来办就行。那孟少爷送的这份开业贺礼，我就收下了。恭喜你通过考核，这是协会内部的鉴定师聘书。啊，还有这个，你的木牌身份收好了。瓶子木牌，今后行业各大店铺、拍卖行都将给你几分薄面。多谢王会长，没有你的多次提携，我走不到今天。哎，这说的哪里的话？如果你自己没有点真本事，我也无法帮助你，不是？不过嘛，这树大招风，这个徐生礼跟赵昌河倒是不足为惧，但是你拿了闪耀珠宝行的支票，就是打了孟家的脸面。这个你有没有想过今后该怎么办？孟涛一个纨绔子弟，不足为患。那他爹孟德礼呢？孟德礼这家伙虽然不懂鉴宝，但是他是古玩行业最大的客户，这个嘛，叫他一声财神爷也不为过。你把他得罪了，今后有再好的眼力，没人买你的货，这不还是寸步难行吗？王会长，此言差矣。孟德礼是生意人，生意人最看重的，永远都是利益。王会长，
你也都知道，古玩行业的消息传得最快。那孟涛赌石打眼输给我这无名小辈的消息，怎么还没有传到诸位的耳朵当中呢？哦，你是说孟德礼他早就知道了孟涛在赌石店栽跟头的事吗？对，我猜应该是孟德礼为了闪耀珠宝行的名声，故意压下这个消息。哦，等等，所以他在拍卖会上提出这个看似合理，实际对这个徐生礼丝毫没有利的消息，是他知道你会赢，故意在你面前立威。对，这稳赚不赔的买卖，孟德礼当然不会错过。怪不得当初拍卖会上，徐生礼质疑你的翡翠原石，差点叫了保安。而面对你的质疑，他们却愿意配合检测。当时我还觉得是他们拍卖会深明大义。现在看来这未必不是孟德礼这个最大客户的影响。哼，这个老东西。所以，我们不需要对抗孟家这棵大树，我们只需要找准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孟涛一件件的丑闻都发扬出去，让孟涛成为孟德礼不得不修剪的那棵枯枝烂叶。哦，到那时候不用我们出手，孟德礼自然会出手收拾他。正是如此。高，实在是高。尤安，你在这方面的心思比你的眼力可更厉害呀。王会长过奖了。哦，这样，老程人脉广，现在我就联系老程，让他把孟涛的种种丑事全部都宣传出去。那就有劳王会长和程老板了。苏佑安，原来是你，带着靠山来要战利品来了。徐生礼，既然你心里清楚，那就开个价吧。你把我已经逼到这个地步了，你凭什么还觉得我会跟你做生意啊？徐经理我跟你说吧，佑安呢，可是真的在救你。你想想，如果你不卖这店，你还能坚持多久啊？是不是？看清楚了，这店我已经抵给孟老板了。苏佑安，这古圣斋，就算我便宜了孟老板，我也不会让你得偿所愿。有本事就去闪耀珠宝行找孟老板去要去啊！以为将店抵押给了孟德礼就能断了我的念想，自寻死路。本来还以为会拉扯一番，没想到这倒是便宜了我。徐生礼，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愚蠢。王会长，看来咱们得换个地方谈这笔生意了。你自作孽不可活。哼，滚！都给我滚！这店是我的，谁也夺不走。苏小姐，王先生，这里。苏小姐，王会长来了，坐。听说二位去找过徐生礼了？孟老板消息灵通，我确实想接手古圣斋。是500万，徐生礼可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呀。这铺子位置不错，可就是名声不太好。苏小姐愿意出多少？600万，我帮你甩掉这个烫手山芋。苏小姐，客气了。若放在平时，这个价格我很乐意成交。但是如今，既然买家是苏小姐，800万1分都不能少。孟老板，你这是坐地起价了。王会长言重了，这铺子在我手里是个累赘，但在苏小姐手里，可就是个能点石成金的风水宝地。
它的价值取决于在谁的手中。好一个取决于在谁的手中。孟老板，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二位就不叨扰孟老板品茶了。当然，随时欢迎苏小姐再来喝茶。尤安，尤安，这古圣斋就这么放弃了吗？放弃？王会长，这古圣斋我势在必得。你说你又不是没钱，怎么就……我是有钱，但我的钱不能这么花。尤安，我跟你说，西蒙的那只老狐狸精于算计，今天给你800万，明天向我们回头就敢开到1000万，这样的话我们很被动。王会长，你信不信过几天孟德里那老狐狸就会亲自把这古圣斋送到我手上？什么？什么？这怎么可能？那您就瞧好吧。哎，尤安，尤安，尤安，我跟你说，果然如你所料，孟涛的那个事情已经彻底传开了。现在大家都在看孟家的笑话，孟家的股票现在也是大幅度的下跌。跟你说，孟涛那家伙呀，现在已被他爹禁足在家。更妙的是，孟家打算举办一场孝道传承海外文物回流展，想试图挽回名誉。但是谁能想到呢？那幅压轴的慈母图昨天就突然不见了。要我说呀，孟德里这回真的是祸不单行。孝道传承的主题展，压轴的孝道之作丢失了，确实难办。难办什么呀？说到孝道文化传承，你手中不是也有乾隆的御制永宣花狮白玉插瓶？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展品。尤安，跟我说，你是不是早就想到这么一天了？王会长，您说笑了。我呀，只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这碰巧了收到一些合眼缘的东西。至于今天之事，这谁能料到？尤安，你这倒的第3杯茶是？王会长，您瞧，喝着第3杯茶的人不就来了？孟老板，我们这儿的茶比不上您那的龙井，尝尝。好茶。实不相瞒，我今日前来，是想请苏小姐把上回拍卖会拍到的那件白玉插瓶匀给我。小事儿，只是……孟老板，您怎么突然对这些小玩意儿感兴趣了？啊，苏小姐，我们孟家国外文物回流展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吧？慈母图流落，如今苏小姐手上这件白玉插瓶是最合适的替代品。只是……这插瓶我也甚是喜欢，怕是……价格方面，苏小姐尽管开口。孟老板误会了，钱财乃身外之物，有些缘分强求不得。苏小姐说的是，那依你之见，这缘分该如何才能续上？这第一件事，当然是古圣斋的事情。既然苏小姐开口，那孟某做主，将这铺子送你了，全都是孟某对于这次合作的诚意。孟老板大气，那我就却之不恭了。至于这第二件事，当然是孟少爷的这200万支票。孟老板，为了我们以后的合作，之前的事情我可以不再追究，但是我希望
孟少爷以后只专注自己的学业，不再为古玩行的事情而烦心。苏小姐说的是，孟涛最近确实浮躁，我已经安排他3日之后去英国留学，预计5年之内都不会回国。苏小姐大可放心。好，孟老板英明。至于这最后一件事，只是这白玉插瓶，你打算出多少？500万，我想这个价格再合适不过了。800万，一分不少。苏小姐，我没记错的话，你当时在拍卖会上是以320万的价格拍得的。孟老板，你也知道这古玩行的规矩，一件东西它价值多少，取决于在谁的手上。孟老板，这还是您教我的。好，800万就800万。后生可畏，苏小姐，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孟老板，合作愉快。刘师傅，到时候你把这一片全部都打通，设为主展厅，这个主墙留着，后面是一个茶室，到时候用来招待宾客。行，苏小姐，都包在我身上，我现在就去召集人手。这格局开阔气派。姚安，你说这主墙不打通，莫非是有什么讲究？王会长，我正要和您说这事儿。这是金丝楠木九龙壁，不然你说我为什么非要盘下这破店？天啊，这学生里竟然捧着一字金山哭穷。有了这金丝楠木九龙壁，古城斋何愁不兴？是啊，既然他不要，那自然就是我的镇店之宝了。苏有安，给我滚出来！你敢让我爹把我赶出国，我今天就让你这破店开不下去！给我上！住手！有安，怎么办？他们是要把店砸了。王会长，麻烦您给孟老板打个电话，就说白玉插瓶现在就在店里，现在就可以交易，麻烦他务必亲自过来一趟。我现在打电话。砸吧！你不是说想要我这个店开不下去吗？苏有安，你又在打什么主意啊？苏有安，你又在打什么主意啊？孟少爷，我能打什么主意啊？我一个堂堂的小老百姓，怎么敢得罪您这个闪耀珠宝行的少东家呢？苏有安，你又在这儿装什么做样的啊？论装模作样，那我还是比不上孟少爷。这要是别人听说了闪耀珠宝行推出来的赌石天才孟涛孟少爷在赌石店里面开出一片贴皮率的话，你说？苏有安，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你啊？行啊，那你打呀，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逆子，爹就是这个人。闭嘴！让你在家反省，你敢跑这里撒野，非要把我们孟家100年基业毁了才甘心吗？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绑回家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门。苏小姐，是我教子无方，让您看笑话了，实在对不住。对于这一切损失，我们孟家愿意双倍赔偿。孟老板，您这是哪里的话？这最重要的是白玉插瓶，都已经准备好了，里面请。好，苏小姐，请。
尤安，看他刚才那眼神，这金丝楠木九龙壁恐怕……他想看就让他看吧，正好让他也知道我苏佑安可不是好惹的。哎，老程，我就跟你说吧，佑安这丫头不简单，了不得。那还用你说？老王，她第一次来我店里赌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姑娘非池中之物啊！哟，当时我跟你说，佑安这姑娘眼力不一般，你还不信？怎么现在就开始马后炮了？你放屁！我明明一开始就说这个姑娘眼力不错。那天我明明……哎，佑安，别看这老东西平时对你绷着个脸，私下的时候一点都不少夸你。哎，我说王来福，你少胡说八道，我没有。哟，杨老，什么事啊？这么开心，跟我也说说，让我也热闹热闹。杨老，您可算来了。你这鬼丫头的开业典礼，我怎么能不来呀？听说你从我那儿一走，就让那古玩协会的人刁难了，你这丫头也不来找我。杨老，我那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好，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这是我年轻时用的一方田黄石印章，今日赠与你，望你永葆初心。感谢杨老，佑安一定铭记于心。看这个来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嘘，没看到那是闪耀珠宝行的孟老板吗？没想到连孟老板都过来捧场了。苏小姐，开业大吉啊！明代陆子刚的白玉雕龙纹印盒，愿百宝堂如龙入海，大展宏图。那佑安就感谢孟老板了。听说前几日您的海外回流展办得很成功，还要多谢苏小姐割爱。那件白玉茶瓶在展会上引起轰动，确实为我们孟家挽回不少声誉啊。这老狐狸眼神倒挺好。废话，这眼神要是不好，能在这珠宝行业混这么多年吗？今天本店开业，感谢各位同行以及前辈的认可。今天开业，我准备了一个镇店之宝，想与大家共赏。这件宝贝，我还要感谢我的前老板徐生礼，要不是他把整个古圣斋抵押出去，我也不可能得到此宝。哇，这金丝楠木，完整的金丝楠木九龙壁。哇，好啊！九龙环绕，明珠在握，这是大吉之兆啊！苏小姐出手，果然非同凡响。我孟德礼代表闪耀珠宝行，愿与百宝堂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广传统珠宝文化。感谢孟老板厚爱，百宝堂愿与同行携手，为传承中华文化出一份力。哎，我说你这老东西倒是会找机会啊。这互惠互利才是生意之道。这说起来，老王，你不是给佑安准备了一份厚礼吗？怎么还藏着掖着呀？这厚礼嘛，自然是要压轴的。佑安，快过来，王会长有东西要给你。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吧。这是国际鉴宝大会的邀请函。对，这可是全球顶级的鉴宝会啊！佑安，你以后可是要走向世界呀！妈，您看见了吗？您女儿苏佑安的名字
已经响彻整个鉴宝界了。